我被相愛3年的女友騙到邊境翡翠礦場時，我還以為她終于同意了帶我來見家長了。直到我睜開眼，手術刀劃開我的後背，我才聽見她對礦場主管說：“腰子老價錢，人留着打黑工。”我每天在礦洞裡爬行16個小時，我還以為我這輩子都會爛在這兒。直到那一天晚上，碰到了主管李胖子和他小姨子在倉庫裡偷情，他一拳砸中了我的眼睛，我以為我會失明，卻沒想到看到了倉庫角落一塊石頭裡的帝王綠，還有他頭頂懸浮着的驚人價碼，疼死我了！我睜開眼睛，感覺滿嘴的鐵鏽味，昏黃的燈泡掛在頭頂上晃着，我低矮的棚子滲着水，空氣又潮又悶，混着霉味還有血腥味，身下的木板硌得我的骨頭痛得直不起身。這是哪兒？我嗓子啞得自己都認不出來了。行了。旁邊有人說話，口音非常重。我轉過身來，就看到一個穿着髒背心兒的黑瘦男人，他拎着個破塑料桶，用眼瞄着我，就像看牲口一樣。弄懂就趕緊趴下來喝口水，準備上工了。他咣當一下把桶扔到我跟前，昏黃的水濺了出來。上什麼工？我掙扎着想做，腰部卻抽抽的疼，眼前發黑，低頭一看，我身上的衣服竟然變成了灰藍色的粗布衣裳，腰上還有一片帶着血跡的暗紅色。我猛地僵住，突然想到了恍惚中的記憶，還有楊朵朵的聲音娇滴滴地說：“腰子老價錢，人留着打黑工。”嗡的一下，我的血全湧到了頭上。楊朵朵，我咬着牙道：“我要見楊朵朵，見你們管事的。”那男人嗤笑一聲，俯下身，渾濁的眼珠子盯着我。到了這兒就是一條死路，聽話幹活等死。他用下巴指了指棚子深處：“你要想找不痛快，那兒有的是空位。”黑暗中，我聽到了鐵鏈子拖地的聲音，還有嗚咽聲，我渾身冒着冷汗。今兒你算走運了，剛下手術台，歇着吧。他用腳尖撥了撥水桶，明早就進礦洞，他不動的話，就跟他們作伴吧。他撩開髒簾子出去了，我整個人癱軟，恨意堵在嗓子眼。3年，楊朵朵，我為他花了那麼多錢，給他買車買房子，他說要帶我見家長，可現在真是個蠢透了的傻逼。塑料桶丟在腳邊，我伸手勾過來，閉眼猛灌了一口，這水又腥又澀，還有沙子，我強行咽了下去，胃裡面翻江倒海。不行，我不能死，就算像狗一樣也得活着。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被人踢醒了。那個黑瘦的男人扔給我一個舊礦帽，還有一個破背包。跟上，20來人的隊伍都死氣沉沉的，礦洞越來越矮，越來越窄，最後只能匍匐前進。空氣很渾濁，粉塵嗆得我鼻子疼，硫磺味相當刺鼻。我的工作是把前面人撬下的礦石碎塊裝包，拖過低矮的通道到指定點。包不大，可裝滿了石頭，死沉死沉的。每爬一步，我身上的傷就像裂開一樣。監工不止黑瘦的男人，還有2個，手裡都拎着皮鞭。誰要是慢了點，要是把石頭別撒了，鞭子立刻就會抽下來。16個小時的工作時長讓人麻木，我的手掌早就磨爛了。旁邊一個年紀大的倒礦石時突然跪倒了，疼得縮成一團，血沫子濺在灰石頭上。裝死是不是？監工的鞭子甩了過去，那個人掙扎了2下沒起来。拖到邊上，別礙事兒。黑瘦的監工罵道。2個人過來拽着那人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樣扔到洞邊的凹坑裡。那個人還在咳，可聲音卻越來越弱。我們的隊伍繞過去，沒人敢多看一眼。我心裡面發抖，下一個不會就是我吧？日復一日，人慢慢的空了，眼睛只能看得見前頭那雙沾滿泥的後腳跟。直到那晚，我半夜肚子刀絞似的疼，摸黑爬起來，跌跌撞撞去了工棚外的旱廁。回程路過堆滿雜物的倉庫，其中一個窗戶透着光亮，還有動靜。鬼使神差下，我挪了過去，湊近窗戶縫，裡面幾張髒麻袋鋪在地上。我們那個胖主管李胖子壓在一個女人身上來回亂動，女人背對着窗，燙過的捲髮，白晃晃的肩膀，聲音還很黏糊：“你轻點，我姐要是知道了，饶不了你。”她知道個屁！李胖子喘着粗氣：“那個黄臉婆哪比得上小姨子你貼心呀？讓哥哥好好疼疼你。”我頭皮一麻，下意識地往後躲，咔嚓一聲踩到了一塊破磚，裡面動靜驟停。誰？李胖子低吼道。我嚇得轉身想跑，可是肚子疼，腿腳虛軟，門一下子被拉開了。李胖子套着褲子衝出來，胳膊上全是汗，一眼就逮住我了。他臉上的潮紅還沒有退下，暴怒道：“你竟然敢偷看老子辦好事兒！”他幾步衝過來，拳頭掄圓了砸向我的臉，我根本沒法躲，砰砰幾拳直接砸在我的左臉上。我感覺我的骨頭好像裂開了，人往後飛，重重地摔在地上，眼前先是一黑，隨即是無數的金星火星，劇痛從眼眶直衝腦髓。我蜷縮起來，捂着左眼，有血好像從指縫裡湧出來，痛得我全身抽搐，叫都叫不出聲。晦氣！李胖子啐了我一口，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腳。他压低聲音惡狠狠道：“管好你的狗眼！今晚看見的敢露出半個字，老子把你剩下那個腰子也摘了餵狗！”腳步聲遠去，倉庫門重重關上，落了鎖。我躺在地上，
左眼火燒火燎的劇痛讓我差點暈厥過去，右眼勉強能睜開一條縫，看到外面的黑暗，還有窗外的輪廓。完蛋了，我看到了這種事兒，在這種鬼地方，估計都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就算是能見到，這隻眼睛廢了，我還能活幾天？絕望讓我渾身止不住的發抖。就在我感覺我要死了的時候，左眼猛地一抽，更熱的灼燒讓我感覺眼球好像融化了，隨即就是冰冷的刺痛，好像無數根針扎進我的眼球裡。我悶哼一聲，緊接着仿佛有一層膜被捅破了，左眼的視野突然變得清晰，不，更像是穿透了。我下意識用這只剧痛的左眼看向倉庫的幕牆，原木垒的牆一層层淡化透明，我看到裡面散亂的鐵鋤頭、筛網，還有幾塊沾滿泥不起眼的灰黑石頭。目光無意識地掠過那些石頭，我突然呼吸停了。倉庫最裡面的角落有一塊蒙着厚灰、乒乓球大小、形狀不規則的原石，有光，還有一種嫩綠色在石頭的核心流淌着，這種綠很濃，好像嫩芽一樣。這是帝王綠嗎？我腦子裡猛地跳出了這個名詞。更詭異的是，在這塊石頭上方懸着2行半透明發着光的字：翡翠原石，冰種帝王綠品種，預估價值8萬到12萬。我愣住了，連左眼的劇痛都忘了。8萬，這麼多？我瘋了，還是我的幻覺？我閉了下右眼再睜開，左眼的世界裡那串綠色和懸浮的字還在。我轉動視線，看向旁邊另一塊小一點的石頭，上面也有字：翡翠原石，磚頭料，預估價值50到100。我猛地扭動，牽動傷口，疼得抽泣，可顧不上，直盯着倉庫幕牆。陳舊松木，預估價值0元。再看看我的手，人類手掌，預估價值0元。不是幻覺，我癱在泥地上，或許我不用按在這兒。等到倉庫的燈滅了，我才敢慢慢地挪動身體。左眼的痛還在，可已經漸漸穩定下來了。我必須得出去，我不能留在這兒。倉庫門是從外面鎖上的老式掛鎖。我忍着疼，借着遠處工棚的光，在雜亂的地面摸索了一陣，發現了一段細鐵絲。小時候，我跟着修車鋪的老頭混過一段時間，撬過不少自行車鎖。這段細鐵絲應該能打開老掛鎖。我吐掉嘴裡的血，抓着細鐵絲探進鎖孔裡，嘎嗒一聲，鎖開了。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取下鎖後，緩緩推開一點縫。外面是堆放雜物的院子，黑漆漆的，只能看到遠處崗哨有光。我閃身出去，反手帶上了門，把鎖掛上，弓着身子往礦區的邊緣挪動。身上的傷口痛得我直抽冷氣。剛繞過倉庫拐角，我就撞上了一團溫暖。呀！一聲低低的驚呼，我嚇得魂飛魄散，剎住腳抬頭，借着月光和崗哨的光，看到了一張極美的臉，是一個女人，相當的年輕，特別漂亮。烏黑的捲髮垂在肩頭，皮膚白得像紙一樣。即使在這麼暗的光線下，她的臉好像在發光，五官精緻的挑不出一點毛病。尤其是那雙眼睛，跟狐妹子一樣，正帶着一絲不悅瞪着我。她穿着一身和髒亂的礦場格格不入的真絲襯衫和包臀裙，襯衫的领口微敞着，曲線讓人驚心動魄。裙擺下的小腿筆直，我腦子嗡了一下，哪兒來的女人，還穿得這麼漂亮？礦場裡會有這樣的女人嗎？緊接着，我的視野裡就出現了一串數字：香奈兒經典款真絲襯衫，預估價值3萬5千元；紀梵希當季高定半身裙，預估價值8萬元；鑽石腕錶，預估價值250萬元。光她這一身行頭就得幾百萬，這白富美跑到這鬼地方來體驗生活了。她皺着眉，上下打量我。我穿着礦工服，一身的污泥，左眼腫得很高，帶着血痂，很是狼狽不堪。你怎麼從倉庫出來？她開口質問我。這個時間你在這兒幹什麼呢？我心臟狂跳，下意識撓了撓頭，齜牙咧嘴地說：我犯了點錯，被我們主管給罰了，關到裡面讓我反省了。現在時間到了，就讓我出來。她的眉毛挑得很高，眼裡寫着懷疑和嫌棄。犯錯就關倉庫。那個李胖子倒是挺會找地方的。他擺了擺手，滾，別在這礙眼。對不住，我這就走。我慌忙低頭，側身從他身邊小心地蹭過去，還能聞到他身上昂貴的香水味。小跑着離開了一段距離，我回頭看着他，他還站在那兒，抱着手臂看着另一個方向，臉上寫滿了不耐煩。沒空多想，我繼續往鐵欄杆的方向摸過去。越靠近邊緣，心裡越發沉重。這裡增加了很多崗哨，探照燈時不時地掃過。圍欄比我想象中更高，更堅固。這圍牆像是新家顧過的，這根本出不去。就在我躲在一堆廢料後面，心裡發涼的時候，礦區中央那片相對平整的空地傳來一陣喧嘩聲，夾雜着怒罵和慘叫聲。哎呀，大小姐饒命啊！只聽到砰的一聲巨響，我頭皮發麻，順着聲音悄悄摸過去，躲在一台礦車後面探頭看。空地上燈火通明，有兩撥人對峙着，一邊是一個穿着西裝被人簇擁，但是滿臉是血的中年男人，他被2個彪形大漢拖着往外走，那條腿向上彎着，估計是斷了。另一邊被幾個黑衣保鏢護在中間的，竟然是我方才在倉庫邊上遇到的白富美。她臉色難看，手裡拎着一根帶血的高爾夫球棍。
我身邊不知何時摸過來一個同樣看熱鬧的工友，老孫，我倆平常還能說得上話，他臉色煞白，縮着脖子。我壓低了聲音，眼睛緊緊地盯着那個白富美。老孫，這是怎麼回事？怎麼了這是？老孫哆嗦着，聲音發抖。他們在賭石呢，那位是陳家大小姐，那邊是蔣老板，他們倆在賭这個礦場的歸屬，5局3勝。這陳家大小姐已經連輸2局了。方才那個被打斷腿的是陳家大小姐身邊的鑑定師，就因為看走了眼，害大小姐輸了2局。我的乖乖，這大小姐長這麼漂亮，手段卻這麼狠。我眨了眨眼睛，陳家大小姐還有蔣老板。老孫指着對面，你看看，這個礦場就是陳家和蔣家合股的，現在看樣子是要撕破臉了。看到那個光頭了沒有？一臉橫肉的就是那個蔣老板。我看向另一邊，那個穿着花襯衫戴着大金鏈子的光頭壯漢正呲牙咧嘴的笑，露出鑲金的門牙。他身後還站着一個戴眼鏡兒拿着強光手電筒和放大鏡的瘦高個兒，看起來是個專家。這估計就是蔣老板的鑑定師。蔣老板晃着膀子衝着陳家大小姐的方向，嗓門洪亮。我說，陳大小姐啊，你何必呢？你們老陳家是沒人了，早點認輸吧。這個礦場交給我來打理，你回去之後做你的千金大小姐。你一個女人，早早找個男人嫁了才是正事兒，在這裡浪費時間還動粗，多不優雅呀。陳家大小姐，原來那個白富美就是陳家人。那個陳家大小姐胸口起伏，氣得不輕，硬是壓着火把沾血的高爾夫球棍扔到一邊，用手帕擦了擦手，直視着蔣老板。蔣老板，我說你急什麼？5局3勝，我也才輸了2局。蔣老板大笑，哈哈，陳大小姐，你这是死鴨子嘴硬，你還有能用得上的人嗎？不會打算親自上陣吧？哥哥，我可提醒你了，咱們賭石這一行，靠着漂亮的臉蛋兒可是不行。你就算手下有再多的人，就是繡花枕頭，也沒法跟哥哥比啊。他身邊的鑑定師也緊跟着推了推眼鏡。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空地中央那張長桌上，上面擺放着大小不一的石頭，應該就是翡翠原石。燈光下，它們看起來就是普通的石頭。一塊看過去，這些價值感覺也沒有那麼高。要是賭的話，風險確實很大。直到我的目光落在桌子邊緣，有一塊毫不起眼，只有2個拳頭大小，外皮有灰白色，還帶着淺黃斑的原石上。這一塊，在這一堆廢料和風險料裡面，是天價的料子，而且很有可能出高貨。我心狂跳，這可是我離開地獄的機會。要是我能夠幫這位出手狠辣可明顯缺人的陳大小姐贏下關鍵的一局，這位陳大小姐會不會網開一面帶我離開這兒？就在我想入非非之際，陳大小姐擦了擦手，往前走了2步，目光掃過桌上的原石，看向蔣老板。我覺得我還沒有到認輸的時候，再來一局。蔣老板像是聽到笑話了一樣，還賭嗎？陳大小姐，你拿什麼賭呀？你的人？他故意左右看看，誇張的笑。你身後這些保鏢也懂？蔣老板身後的鑑定師輕笑着搖頭，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蔣老板指了指桌上的幾塊石頭，對鑑定師示意：“過來，你先給陳大小姐看看，讓她知道專業的實力在哪。”鑑定師立刻上前，熟練地拿起強光手電和放大鏡。他看中了一塊黃岩沙皮毛料，嘴裡面還振振有詞：“皮殼雖然老，可沙礫勻，還有松花，出綠概率很不小的，水頭可能一般，可在這裡面算很不錯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塊石頭上，我盯着那塊石頭，左眼顯示它確實有綠，可重水一般，價值不如我看中的那一塊。那一塊真正的寶貝躺在桌邊，無人問津。我心裡發癢，覺得我不能再等了。就在這時，蔣老板的鑑定師要給出判斷，陳大小姐的臉色也是越來越難看。我腦子一熱，脫口而出：“那塊石頭松花浮於表面，色淡而散，皮下霧層混亂，十有八九是膏藥松花貼上去的假象。賭長可能連1層都沒有，絕對不會長的。”我的聲音很大，所有人的目光瞬間聚焦在我身上。我旁邊的工友老孫嚇得快尿褲子了，拽着我的胳膊，帶着哭腔說道：“我的老祖宗呀，你要幹啥？你這是瘋了，這裡哪有你說話的份兒？趕緊閉嘴！”果然，蔣老板臉上的橫肉一抖，眯着眼睛盯着我：“誰在那兒？什麼東西？他是從哪兒來的臭蟲？”他身後一個保鏢立刻指向我：“老板，是個礦工。”李胖子本來躲在人群，也在看熱鬧，這個時候嚇得連滾帶爬出來了，衝到蔣老板和陳大小姐面前，點頭哈腰。李胖子臉色刷白：“蔣老板，大小姐，對不住，真是对不住，這是我手底下一個不開眼的，腦子不清醒啊，我把他拖回去好好管教一下，打擾你們的雅興了。”他說着轉身，惡狠狠地朝我衝過來，掄起巴掌就要朝我的臉上扇。哪兒來的臭玩意兒？老子讓你多嘴！我下意識想躲，等一下。陳大小姐開口。李胖子的巴掌僵在半空，陳大小姐看着我，指着我說：“你是說這塊料子不行嗎？”蔣老板臉色一沉：“陳大小姐，你啥意思？就聽一個挖礦的泥腿子說呢，他是胡說的。”陳小姐沒理他，只是盯着我：“你有什麼理由嗎？”我咽了口吐沫，壓下心中的恐懼，想了想平常在礦場做工時聽到那幫人說的話，這松花太規整了，太漂亮了，明顯是後面撒上去的。
老坑的松花很自然，會和皮融為一體。你可以打燈看看，光散的厲害，就說明玉肉結構鬆散，種很嫩。您買一線，不買一片，一片松花，那說明是壞事。我說的很像那麼一回事兒。蔣老板的鑑定師臉色一變，冷笑着反駁：荒謬，你一個礦工還懂賭石啊？這料子皮表現和沙礫感是老廠口的特徵，出高率的概率很大的。你還說松花是貼的，簡直是胡說八道。陳大小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塊石頭，她是內行，很懂我的說法，也知道我不是胡咧咧。陳大小姐對着身後的一個保鏢示意，指着那一塊黄岩沙皮石頭對蔣老板說：蔣老板，着什麼急？到底是怎麼回事？開了咱們就知道了。蔣老板非常生氣：你封了陳轩，听一個臭礦工，你這是在浪費我的時間。陳轩語氣不變：有爭議那就得開，開了才能看清楚。要是好料子，我會賠你雙倍；若是廢料子，你不正好也能看看你這位專家眼力到底如何嗎？蔣老板臉色鐵青，可話都說到這份上了，他也不能示弱，哼了一聲：行，我倒要看看能開出什麼來。這個臭礦工在這胡說八道，等開完了之後，我非好好收拾他。保鏢上前示意解釋的師傅過來，機器轟鳴，切割片對準了那塊原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緊盯着。第一刀切下，露出一片灰白的玉肉，組織雜亂，裂紋密布，綠色石板暗淡，是幹青種，而且只有表面的薄薄一層。別說出高貨了，這連本都回不來。有人低聲說。蔣老板的鑑定師臉色煞白，額頭開始冒冷汗。不可能，這批表現得很好的。蔣老板的臉灰得跟鍋底一樣，狠狠瞪了一眼他的鑑定師。陳大小姐的眼睛在這一刻像燈泡一樣亮，她轉頭看着我，幾步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的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叫林川。我舔了舔嘴唇。林川，他重複了一遍，看着我狼狽的樣子。你剛才說那塊石頭是垃圾，那你幫我看看，這桌子上哪塊最值錢？他不等我回答，就扯着我的手，把我拖到人群中央。敢不敢替我賭一局？他的聲音壓得很低。贏了我可以許諾你想要的任何東西，要是輸了的話……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就已經想到了剛才那個被陳大小姐打斷腿的鑑定師。我要是害這位陳大小姐丟了礦場，我估計比那個鑑定師的下場還要慘。眾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看着桌子上那塊依然沒有人動的原石，左眼裡的綠光和價碼清晰的讓我為之一動。我點點頭說：好，我可以賭。這話落下，空地上只安靜了一瞬，就炸開了鍋。老孫在人群裡急得跺腳，臉比剛才還要白。林川，你瘋了？那是要命的事兒，你一個挖礦的懂什麼石頭？快點給大小姐磕頭認錯，可別逞能。另一個平時還算照顧我的工友也衝着我低聲吼。蔣老板先是愣了一下，隨即忍不住大笑：陳大小姐狗急跳牆了，找個挖礦的泥腿子跟我賭石，是我沒睡醒，還是你走投無路了？也好，老子今天就陪你玩到底，讓你過個癮。他笑容收起來，眼神陰鸷地盯着我：臭小子，你今兒要是輸了，這個礦場歸我，我還要你2條腿，順便把你扔進後面的廢礦坑裡餵野狗。你聽清楚了沒有？我喉嚨發乾，下意識地吞了口唾沫。打斷我的腿？餵狗？蔣老板比這位大小姐還要狠。我強迫自己挺直了胸膛。陳軒看了我一眼，並不在乎我害不害怕，只是對蔣老板說：廢話少說，蔣老板，咱們賭就賭，說說你的規矩。蔣老板的鑑定師這時候已經鎮定下來，他上前一步：既然是加賽，那咱們就得公平起見。桌子上面有這麼多毛料，咱們就從中選出3塊，當場解開，以3塊總價值定輸贏。價值估算，按當前市場行情，我們都可以請一位見證人。陳軒抬抬手：可以。他乾脆利落地說。隨後他指了指他身邊一個年紀稍長的黑衣人：趙叔，你過來盯着。蔣老板也安排了手下的一個人。陳軒對我揚着下巴：開始。我深吸一口氣，走到長桌前。這麼多原石都在這兒，我的目光飛快地掃過，方才看中的那塊石頭是冰種晴水飄綠絲的品種，價值可以達到200到350萬。我必須拿到手，還得挑2塊。我掃了一圈，看到另外2塊平平無奇的石頭，但這2塊石頭的價值很高。一塊拳頭大小，裡面是糯冰種，飄蘭花，水頭很可，預估價值18萬左右。還有一塊碗口大小，表皮有蟒帶，是細糯種春帶彩，紫綠相間，顏色分明，價值大概在60萬到80萬。就這3塊了，這3塊的總價值足夠超過其他石頭了。可我現在還不能着急，我要是一下子上來就選了這3塊，害怕蔣老板的鑑定師懷疑我。我一直等到蔣老板的鑑定師開始摸石頭，我才跟在他後面慢慢動。蔣老板的鑑定師拿着強光手電和放大鏡，神情專注，時不时地念叨：這塊好，皮可緊，白霧出，高種水大，黃岩沙。這塊松花沉，有蟒。他動作很專業，選了3塊出來。我看了一眼，一塊價值60萬到90萬，還有一塊價值10到15萬，最後一塊內部雜亂，價值很低。黑石頭雖說看起來像是能出高貨，但其實分文不值。蔣老板的鑑定師挑完石頭，挑釁地盯着我，我慢吞吞地學着他的樣子，拿起了最開始我看中的那塊，對着燈光裝模作樣，還用手指搓了搓皮。這其實是我方才現學的。
蔣老板的鉴定師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笨拙的動作，嗤笑道：“嘿，你這小子連壓燈都不會，你還看石頭啊？就這塊石頭，沙粒鬆散，一點力都沒有，霧層全無，是嫩空料十足90%。臭小子，別裝了，你要認輸求饒，蔣老板發善心，說不定還能給你留一條胳膊。”他說完這話，蔣老板那幫人哄笑起來。我不吭聲，抓起這塊，又去摸其他2塊，動作依然很外行。陳軒也盯着我，他緊皺着眉頭，但是沒有打擾我。等我猶豫再三，把3塊石頭選出來後，蔣老板的人嘲笑聲更大了。就這一塊嫩空料，一塊帶蟒的，還有一塊垃圾。陳大小姐，你在找幫手，還是來這兒搞抽象呢？你要是想表演喜劇，我給你推薦個人啊。蔣老板笑得渾身的肥肉都在抖，就連我身後的工友都捂着臉，他們不忍再看了。你選定了沒有？蔣老板的鉴定師問我。我點點頭。陳軒抬手開始，第一塊就開我们這邊的。我把他們看不中的料送了出去，機器刺啦刺啦作響，切片落下，清水一潑。圍觀的人驚呼道：“這是出綠了嗎？切口處有細膩的蘭花色，綠暈開了，水頭很好。這塊起碼值20個呀！”有人悄聲說。蔣老板那邊的人臉色很不好看，可還是給出了估價，20萬。第一塊就是開門紅。陳軒臉上的表情緩和了一些。這塊開了，蔣老板鑑定師那塊也隨即開了。切開後是冰種，底子很乾淨，可是內部有大裂。這裂太多了，取不了件，只能磨一點小蛋面了。估值大概就是15萬。蔣老板臉色一僵，鑑定師臉色也發白，強行辯解，看走眼了一次，有一點裂，可重水在那兒，無傷大雅呀。陳大小姐冷哼一聲，別說廢話，開我的那塊黃白皮，這一刀下去，紫綠雙色都露出來，這是春帶彩，真的是春帶彩。切口處紫羅蘭色和翠綠色交織，顏色分明，很是喜人。價值70萬。陳大小姐安排的見證人照書開口，70萬加上之前的20萬，已經擁有90萬了。蔣老板臉色很難看。他們的第2塊開了，結果不出我所料，豆種只飄了一點點死綠，價值最高超不過60萬。蔣老板握緊了拳頭，最後一塊生死關鍵，蔣老板要先開他們的石頭，一刀下去，垮了，黑乎乎的，好在還有點綠色，也就是15萬吧。他們那邊只有75萬，我已經遙遙領先。蔣老板臉色鐵青，他身邊的鑑定師更是額頭冒汗。陳大小姐指了指我手裡最後一塊壓軸的石頭，解釋師傅下刀非常謹慎，第一刀切的片薄蓋，燈光打上去，圍觀人群靜了一瞬，爆發出巨大的失望嘆息：怎麼是白肉呀？沒法看呀！磚頭料切口處一片灰白，顆粒粗糙，沒有冰種清水的跡象。蔣老板大笑起來：嫩空料，老子說什麼來着？不知陳大小姐，你這小白臉選的是什麼玩意？陳軒看向我，我的主管李胖子瞅準了機會，連滾帶爬出來，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大小姐，蔣老板，我就說這狗玩意兒是蒙的，他懂個屁呀！剛才肯定是瞎貓碰上死耗子了，把他交給我，我非剝了他的皮。我腦袋嗡的一聲懵了，怎麼可能？我剛剛明明看到了，價值幾百萬的石頭怎麼會是白肉磚頭料？冷汗瞬間浸透了我的衣服。蔣老板得意洋洋：哈哈，陳軒，這局我要贏了吧？礦場歸我。至於那個小子，他獰笑着看着我。陳軒盯着那塊磚頭料看向我：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我嘴唇一哆嗦，盯着那塊石頭，看到左眼仍是一片銀潤的綠光和高昂的價碼。不對，我豁出去了，再切一刀看看，就沿着這條縫往下橫着切。你還要切啊？死到臨頭，浪費大家時間。蔣老板的鑑定師嗤笑，陳軒卻是站在我身後。切吧。解釋師傅看了看石頭，調整角度，按我說的位置啟動機器，一片石頭落下，清水潑上，離得最近的一個保鏢倒吸了一口涼氣。帝王綠嗎？只見新切的切口上有一抹鮮陽的翠綠色，就像一汪春水。一刀窮，一刀富，一刀穿麻衣，這是色藏皮下，龍到處有水啊！趙叔的聲音都激動得有點顫抖了。冰種帝王綠，這水頭，這顏色，大漲，肯定會暴漲的。全場都安靜了。蔣老板張着大嘴，眼珠子都差點瞪出來。他的鑑定師更是面如死灰，踉蹌着後退，嘴裡無意識念叨：不可能，怎麼會啊？陳軒愣了2秒，他猛地轉頭看向我，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不錯，幹得漂亮，林川。然後轉頭看着蔣老板。陳軒下巴微揚：蔣老板，3塊總價，我這塊帝王綠估值要過1000萬，加上前2塊，勝負已分。你還有什麼話要說？蔣老板的臉色變幻莫測，2個拳頭捏得嘎吱作響，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瞪着我，恨不得把我生吞了，又看向陳軒：好啊，陳大小姐，藏得夠深，今天我認栽了，礦場歸你。末了，他陰沉惻惻地說：不過山不轉水轉，陳大小姐，好運可不一定常伴你身，我們走。他一揮手，帶着滿臉不甘的手下和癱軟的鑑定師迅速離開。空地上爆發出喧嘩聲，夾雜着對我不可思議的討論。
陳軒沒理會那些，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你，李胖子平時就是這麼對你們的？他看着我身上的傷和破爛的衣服，我點點頭，實話實說，他對我們非打即罵，吃得跟豬食一樣，工錢就沒有見過。剛剛想溜走的李胖子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涕泗橫流。大小姐冤枉啊！我這是嚴格管理，都是為了礦場好，這小子就是胡說八道的。閉嘴吧！陳軒看都沒看他，問我：你幫我贏了，我可以替你挽回一些顏面，你想怎麼辦？我看着李胖子快要嚇尿褲子的慫樣，想到他平時的狠毒和方才落井下石，恨不得我被餵狗的嘴臉。我咬牙說道：讓他也嘗嘗天天挨打下死礦的滋味。陳軒嘴角一勾，簡單。照說把他送到最深的廢礦坑去，讓他把裡面的積水給我清乾淨，吃住就按照他定的規矩辦，沒有清完不准上來。趙叔一揮手，2個保鏢像拖死狗一樣把哭嚎的李胖子拖走了。處理完這些，陳軒又看向我，語氣緩和：你贏了，我說到做到。現在你想要什麼？錢還是什麼？我想回國。我的聲音激動得有點發抖。我不是這裡的人，我是被人賣來的，我是被人騙了。陳軒挑眉：就這？不要點別的了，你可是幫了我大忙，我可以給你一筆錢，足夠你回國過得很舒服。我搖搖頭，我只想平安回去，在這鳥不拉屎的鬼地方就像地獄一樣，多待1秒都讓我窒息。好，陳軒答應了。正好我也要回國給爺爺祝壽，你就跟我一起走。我心裡一鬆，差點要暈倒過去了。不過他話鋒一轉，在回去之前，我想請你再幫我一個忙。我心裡咯噔一下，我爺爺喜歡賭石賀禮，我想送他一塊頂好的料子，要自己賭出來的才有驚喜和心意。陳軒走近一步，聲音壓低：我看得出來你有點特別的本事，幫我再挑一塊，這算是你給我的報答，好不好？我根本不敢說不呀，這女人看起來很漂亮，但是很辣。我點點頭，我盡力而為。陳軒笑了：不是讓你盡力，是讓你必須幫我。走吧，我帶你去這附近最大的翡翠毛料市場，讓我看看你的眼力到底是運氣還是真本事。陳軒帶着我去房間洗漱乾淨，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臉上的傷也被隨行的醫生處理過了。他帶着我坐上一輛寬敞的越野車，趙叔開車，陳軒坐在副駕，通過後視鏡看我。我靠在車窗，撫着心口，覺得一切都像夢一樣不可思議。過了一會兒，陳軒開口：前面是帕敢市場，這一帶最大的毛料集散地之一，魚龍混雜，什麼貨都有，什麼人也能遇到。待會兒你跟着我，別亂跑，也不許亂說話。我點點頭，手心有點汗。我自從被賣到這兒以後，就沒有從礦場上出去過，看到異國他鄉的景象，不緊張那是假的。這個市場比想象中大多了，很嘈雜，密密麻麻全是攤位和簡易棚子，堆滿了大小不一、表皮各異的翡翠原石。吆喝聲、討價還價聲、切割機的聲音混雜在一起，什麼人都有，有華夏面貌的人，還有歐美面貌的人，最多的是皮膚黝黑、赤着腳的當地攤主。陳軒一出現就吸引了不少目光，他換了一身米色的休閒裝，戴着墨鏡，氣質出眾，身邊還有我和趙叔這2個跟班，一看就是非富即貴的人物。很快就有幾個老板湊上來，用半生不熟的華夏語兜售好貨。老坑料！陳軒一概不理，只帶着我們往市场深處走。最後我們在一處相对寬敞、原石堆放也較為整齊的棚子前停了下來。攤主是個乾瘦的中年人，眼神很靈活，看到陳軒立刻堆起笑臉：陳小姐，您可好久沒來了，今兒想看點什麼呀？剛到一批黑烏紗，表現很不錯的。陳軒摘下墨鏡，目光掃過攤位上大大小小的石頭：老帕，別拿次貨糊弄我，今天要挑件硬的給我家老爺子賀壽，把你壓箱底的好東西都拿出來看看。哎呦，陳老爺子大壽，那可得好好挑挑。老帕搓着手，眼睛轉了轉：壓箱底的那可是有的，不過這價錢的話……陳軒打斷他：價錢好說，東西要對，先給我看看貨。老帕點頭，轉身從棚子後面費力地拖出了3塊抹布蓋着的原石，個頭都挺大的。掀開抹布，看到了3塊原石的真容。我看着這3塊原石，第一塊皮發白，已經能看到冰透的玉肉，表現是很不錯。左眼告訴我這是冰種飄蘭花，局部有棉，預估價值在800萬到1200萬。另一塊是紅蠟殼，有色蟒纏繞，糯冰種茄子紫，底子濃淡有暗裂，預估價值在500萬到700萬。第3塊是個頭最小的，表皮很粗糙，是玻璃種帝王綠，色陽正濃，水頭很足，沒有裂痕，預估價值是2500萬到3500萬。看到這個數字，我心跳漏了一拍，這絕對是頂級貨。但這塊料子的表現太不起眼，跟旁邊2塊比起來，確實差了一截。陳軒被前2塊吸引了，他拿着強光手電仔細看着前2塊，不時和趙叔低聲交流2句。老帕見狀，在一旁賣力地吹：陳小姐，這2塊漂亮得很，絕對是高冰以上，這塊出高色概率極大的，這都是我難得的好貨。他完全沒有提到我看中的那塊。陳軒看了一會兒，似乎對第一塊很感興趣，轉頭就問我：你覺得呢？我走上前，裝模作樣的看，然後湊近陳軒，用只有我們2個人能聽到的聲音說：陳小姐，相信我，
整个市場就這塊最醜的是最好的。我指了指那塊不起眼的料子。陳軒明顯愣了一下，狐疑地看着那塊其貌不揚的石頭，又看向我，你確定嗎？這塊皮殼粗，松花稀疏無力，個頭還很小，跟其他2塊比差太多了。我繼續壓低聲音，石頭和人一樣，有時候會騙人，這塊真的不一樣，你可以信我。陳軒盯着我看了幾秒，可能是在考慮，最後他深吸一口氣，轉向老帕，指了指我看中的那塊料子，老帕，這塊什麼價？老帕顯然很意外，臉上閃過古怪的神色，笑着說，陳小姐好眼力啊，這塊雖然表現一般，但皮殼很老的，說不定有好東西嘞，你要的話就給他80萬。他報的價格跟前2塊比，確實不高，80萬。陳軒怔了怔，老帕，你這就不實在了，這表現我給你10萬塊已經是友情價了。哎呦，陳小姐，現在出好貨難呀，10萬是真的不行。老帕開始扯皮，我聽着他們討價還價，心思全在那塊石頭上。我看到的東西不會有錯，這攤主是真的不識貨。最終，陳軒以45萬的價格拿下了那塊我看中的料子。老帕一副虧本賣了交個朋友的表情，但眼底深處似乎鬆了口氣。交易完成，石頭由趙叔小心地搬上車。離開攤位後，陳軒才低聲問我，你真的有把握嗎？40-50萬倒是不多，可是垮了，在我爺爺壽宴上拿出這塊磚頭料，我可就丟大臉了。我肯定地說，不會，雖說心裡面也有點捏了一把汗，一定會讓陳小姐你一鳴驚人。陳軒看着我，沒再多說。我們踏上了回國的路途，幾經輾轉，飛機落地，車子駛入一片佔地極廣、風格古樸的中式莊園。我還是被震得說不出話來。高牆大院，亭台樓閣，還有穿着統一制服的傭人，門口還站着穿黑西裝戴耳機的安保人員，這都是在電視劇裡才能看到的情形。我忍不住說道，陳小姐，你們家竟然這麼大呀？這裡住着你們一家人嗎？陳軒被我土包子的樣子逗樂了，怎麼，你嚇到了？就是一處老宅而已，我爺爺喜歡清靜，所以住在這兒。他頓了頓，你一會兒進去，在這裡要多看多聽，少說話。我那個弟弟在場的時候，你更要小心。你弟弟？我納悶。對，陳浩，我同父異母的弟弟。陳軒語氣帶着一絲厭煩，從小就跟我不對付，什麼都想跟我爭。爺爺壽宴，他肯定也憋着勁兒要出風頭。我們賭的這塊石頭暫時保密，等開料的時候再說吧。我點點頭，記下了陳軒的叮囑。壽宴當天，莊園裡張燈結綵，賓客雲集。我透過門縫瞄了一眼，一個個是非富即貴。我作為陳軒帶回來的朋友，莊園裡的人對我也是相當的客氣。我換了一身合體的西裝，跟在趙叔旁邊，盡量降低我的存在感，但仍有不少人納悶我的身份。宴會廳一側設了個展示區，上面擺着各種各樣的賀禮，琳琅滿目，還有很多打磨好的頂級翡翠擺件和珠寶。我看着那些賀禮，估算着價值。就在這時，一個聲音從遠處響起：“姐，你可算回來了呀！”我抬頭看去，一個穿着粉色騷包西裝、頭髮梳得油亮的年輕男人端着酒杯走過來，臉上的笑容相當浮誇。他眼神忍不住打量，帶着一絲譏誚。他身後也跟着2個人，這估計就是陳軒說的同父異母的弟弟了。爺爺大壽，我當然要回來。陳軒淡淡的說道。陳浩笑嘻嘻的湊近，目光落在我身上，突然提高聲音：“喲，這位是姐，你出一趟門，口味怎麼變了？帶回來一個小白臉，傷風敗俗啊！帶到爺爺的壽宴上，你這是什麼意思？咱們陳家雖然很開明，但也不太好吧？”他聲音很大，周圍的一些賓客立刻被吸引了。我臉色一僵，看向陳軒。陳軒果然拉下了臉：“陳浩，管好你的嘴！林川是我請來的客人，是幫我挑賀禮的顧問。你的呢？不會又是從哪個拍賣行拍來毫無新意的成品吧？”顧問？就他？陳浩像是聽到了什麼笑話，上下掃視我：“姐，不要被人騙了吧？這年頭裝神弄鬼的人可不少。我的東西當然是精心準備的。”他一揮手，身後一人捧上一個錦繡禮盒，裡面放着一尊晶瑩剔透的翡翠觀音，種水俱佳，足有1尺高。看，大師雕刻的，專門為爺爺請的。花了這個數。他得意地比了個手勢，周圍響起一片低聲讚嘆聲。陳軒面不改色，成品而已，有錢能買到，談不上什麼心意。陳浩忍不住嗤笑：“心意？姐，你的心意是什麼？該不會是一塊爛石頭吧？那就是驚喜了，萬一垮了，那可真是丟臉呀！掃爺爺的興致。”就在這時，陳老爺子在一群人的簇擁下走了過來。這老人精神矍鑠，目光炯炯，看起來一點都不像70-80歲。老爺子聲音非常洪亮：“小軒，你回來啦！小浩，在那兒幹什麼呢？吵吵鬧鬧的。”陳浩見了陳老爺子，立刻換上一副乖巧的表情：“爺爺，我和姐在說給您的賀禮呢，我給您請了一尊玻璃種觀音。姐姐她呀，好像拿了塊石頭，說是要給你驚喜呢。”周圍賓客目光聚焦過來，賭石賀壽，要麼一鳴驚人，要麼就成為笑話。陳老爺子看着陳軒，慈愛道：“喲，小軒，這是投其所好呀。石頭在哪兒呢？給爺爺看看唄。”陳軒深吸一口氣，示意趙叔：“
趙叔親自推着一個蓋紅布的小推車過來，陳軒上前掀開了紅布，這塊其貌不揚的料子躺在紅布上，在周圍璀璨的珠寶和觀音的映襯下，顯得非常寒酸。陳浩第一個沒忍住笑出聲，他捂着嘴，肩膀不由自主地聳動。周圍的賓客也有些詫異，這石頭跟陳浩的比起來，實在是相差太遠。陳老爺子微微一愣，走近仔細看了看石頭，又看了看陳軒。小軒，這是什麼呀？陳軒咬了咬牙，爺爺，這是我特意為您賭的一塊毛料，我覺得可能會給您帶來真正的驚喜。陳浩誇張地笑了，姐，你就拿這塊破石頭給爺爺當賀禮啊？你看看這皮子，扔市場裡都沒有人多看一眼，是不是又被人忽悠了？還是說咱們家陳大小姐手頭緊成這樣了？周圍的議論聲大了起來，不少人覺得陳軒太冒險了。老爺子寿宴，拿件像樣的禮物出來，拿個這未免有點丟陳家的臉。我站在陳軒的側後方，能感覺到陳軒有些難以壓制的怒氣。不過我看那塊石頭，仍然能看到裡面的帝王綠在向我招手。陳老爺子看了陳軒一眼，又看了看石頭，突然笑了。賭石嘛，賭的就是未知和眼力。小軒有心了，當場解開看看，我孫女兒到底給我準備了什麼驚喜。老爺子一番話，就有人準備了結實的工具，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吊到了頂點。陳浩抱着胳膊，一臉等着看好戲的表情。解石師傅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陳軒事先和我商量好的下刀位置，小心地固定好石頭，啟動機器，哧嚓一聲，第一刀切下了薄薄的一片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切口上，清水潑了過去，是一片潔淨無瑕的玉肉，標準的玻璃種底子，在無色的底子下，能看到一抹翠綠色，仿佛要流淌出來了。這是帝王綠，玻璃種的帝王綠，不知道是誰先失聲驚呼。整個宴會廳瞬間鴉雀無聲，只留下解石機微微的聲音。陳浩臉上的笑容徹底僵住了，眼睛瞪得滾圓，好像見了鬼一樣。老爺子猛地向前一步，幾乎要貼到切面上了，顫抖着手拿起強光手電照上去，燈光下綠色更是奪目。好，好，好！老爺子連說了3個好字，激動的臉色發紅。玻璃種帝王綠，色陽正濃，水頭十足，頂級絕頂的好料子啊！小軒，你這眼力，爺爺是真服了。他轉頭用力拍了拍陳軒的肩膀，眼裡帶着驕傲和欣慰。陳軒鬆了口氣，笑了。他下意識地回頭看了我一眼。這怎麼可能？陳浩臉色煞白，難以置信地說道。那塊破石頭，周圍的賓客也反應過來，立刻恭喜陳軒。陳大小姐，你可真是好眼力啊，真正的賭石高手呀！陳老爺子得此瑰寶，又有這麼出色的孫女，我們真是羨慕你啊！陳浩被徹底晾在一邊，他送的觀音在這塊帝王綠面前黯然失色。他看着我，眼裡面充滿了震驚、嫉妒。我知道，這算是跟他結下梁子了。這一天，我的地位在陳家突然微妙了起來，而我也成為了陳軒身邊的自己人。陳老爺子對那塊料子愛不釋手，私下裡把陳軒叫去書房談了很久。離開的時候，陳軒跟我說，我爺爺很看重你，看重你的本事，他問我要不要把你留在身邊，負責家裡面翡翠相關的生意。我心裡一動，要是留在陳家，那就安全了，還可以接觸無法接觸的世界，也就是說，我要發達了。但同樣的，我就得跟陳軒在一條船上了。我還是想想吧。我猶豫了一下，說道，我才剛剛逃脫牢籠，收穫自由，萬一再進入一個籠子裡，即便是相金相遇，那也是籠子。陳軒有些詫異，隨你吧。他想了想，過幾天有一個小型私人古董鑑定交流會，就在隔壁市，我到時候帶你去見見世面，有些東西是比翡翠更有意思的。我點點頭，趕緊答應了。我現在有了透視眼的能力，要是能多接觸這些，我相信我也能獨當一面。陳軒给我安排了一個高層小公寓，面積不大，100平左右，而且還把我當做陳家的特別顧問。雖然不算正式加入陳家，但是他給我開了高工資，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陳軒對我的照顧，這也讓陳浩起了別的心思。一天下午，陳軒去開會，我留在他辦公室外的助理區，翻看一些資料。陳浩來了，林顧問，忙着呢。我抬頭看着陳浩，他穿着一件淺粉色的休閒西裝，手裡把玩着一個金屬打火機。陳浩少爺，我放下手中的活兒，站起身，別客氣嘛，坐坐坐。陳浩自顧自地走進來，反手帶上了門，翹着2郎腿看着我。林顧問，你來家裡面的公司也有一陣子了，感覺怎麼樣？習慣嗎？我姐也真是的，光把你招進來就做個特別顧問，這是虛銜，有什麼用啊？他好像很關心我，托老爺子和大小姐的福，我過得很好。我很警惕，陳浩這男人心眼太多。哎呀，那就好。陳浩點點頭，林川，咱們明人不說暗話。我姐這個人啊，能力看着很強，心氣兒也高，跟着她，你是不是壓力很大呀？可是她畢竟是個女人啊，將來陳家這份家業能落在她手上嗎？我沒說話。大小姐能力出众，對下屬很照顧，陳家的未來自然由老爺子和大小姐定奪。陳浩乾笑2聲，呵呵，你倒是挺忠心的。不過嘛，這個世上忠心有時候也看值不值得，有沒有更好的出路？他湊得很近，聲音壓得很低，
林川，我知道你有本事，你有两下子，你跟着我姐是屈才了，只能当個高級的打工的，還得時刻小心，你說是不是？可我這裡就不一樣了。他話鋒一轉，我可以給你我姐給不了你的東西，團隊、資金，只要能賺到的，你可以拿大頭，我只要結果，我還能幫你弄一個新的身份。我聽說你現在連戶口都沒有，以後我幫你弄了新身份，讓你堂堂正正做人，好不好呀？他給的條件非常的誘人，我看着他那雙眼睛，他是想拉攏我，就是想用我對付陳軒，不過就是想奪取陳家。可一僕不是二主，我慢慢開口，陳少爺，您抬愛了。我這個人出身低微，但是也知道知恩圖報，大小姐救了我出來，給了我新的生命，老爺子對我也很信任，背叛的事兒我是做不來的。陳浩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他身子往後一靠，知恩圖報，哎呀，說的可真好。林川，你可別給臉不要臉，你真以為攀上陳軒這棵大樹就高枕無憂了？我們家這潭水深着呢，他把你撈上來，我就把你再按回去，我讓你永遠浮不上來。我迎着他的目光，您想做什麼是您的自由，不過我行得正坐得端，只想做好本分的事，報答陳家的恩情，其他的沒興趣，也不會參與的。行，你有種。陳浩站起身，居高臨下的盯着我，那咱們就走着瞧，看看你這個本分人在我們家能待多久，看看我手段硬不硬。我提醒你一句，下次再去什麼地方可小心點，別磕着碰着了，萬一看到什麼不該看的東西，那就惹禍上身了。說完，他咬着牙重重的哼了一聲，摔門而去。參加交流會的前一天，陳軒還特意帶我去了他手底下的一家高端造型工作室做造型。參加這種場合，形象必須得好。從工作室出來，我剛拐到一個街角，左眼就傳來一陣刺痛。我轉過身去，看到斜後方好像有望遠鏡在盯着我，這是有人在跟蹤我呀。我掃向那輛黑車，車裡面坐着2個人，副駕駛上有一個人拿着望遠鏡盯我，手裡還拿着對講機。駕駛座上的人戴着鴨舌帽，看不清臉。他們要幹嘛？會不會是陳浩派來的？想在這裡對我動手？我不再敢往人少的地方走，轉向主幹道。就在我快出來的時候，我突然感覺腦袋後有些奇怪的東西，往前一躲，一個沉重的裝滿了水泥塊的編織袋擦着我的後背，砸向了我方才站立的位置。要是我剛才沒有意識到，那我就極有可能被砸死了，就算是不死，那也是重傷。這絕對不是意外。我猛地向上看去，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影飛快縮了回去，窗戶還虛掩着，這他媽分明是故意的。後面盯着我的黑車也愣了一下，快速的離開了。我從地上爬起來，後背火辣辣的疼，一身的狼狽。十有八九是陳浩，他竟然敢明目張膽的對我動手。我立刻給陳軒打了電話，說明了情況。電話那頭，陳軒的聲音非常嚴肅：“你就在那兒別動，報警，叫救護車。”我馬上到。他來的比警察還要快，帶着趙叔和另外2個保鏢。看着我灰頭土臉但沒受傷的樣子，明顯鬆了口氣。陳軒對趙叔說：“給我好好的查，警察來了，現場勘查、詢問。”我大致說了一下細節，警察只把案件暫時定為高空墜物的意外。可是我和陳軒都清楚，這絕對是陳浩幹的，就是他做的比較乾淨，抓不到他的把柄。回到陳家後，陳老爺子也被驚動了。聽完陳軒的匯報，陳老爺子臉上很陰沉，手裡的核桃捏得嘎吱作響。老爺子嘆了口氣，這個小浩有點太胡鬧了。他很失望地說：“林川，這次是陳家讓你受驚了，你放心，我肯定給你一個交代，不讓你白受委屈。至於交流會，你還願不願意去啊？”我去。我點點頭。越是這個時候，越不能後退。陳浩既然想對我動手，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第二天傍晚，我換了一身深色西裝，臉上的擦傷稍微做了遮掩，和陳軒一塊兒走進了會所。他看着我說：“昨晚是你運氣好，感覺到有奇怪的地方了？”我搖了搖頭，不知道，可能老天爺覺得我太慘了，還不想要我的命吧。而且我答應過你的，要來這裡替你幫忙，還沒做到呢。陳軒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握着我的手很快鬆開，眼睛放亮點。今天晚上我總覺得陳浩還憋着壞。我們走進會所，陳浩已經到了，和幾個看起來很有學問的商人正在談笑風生。其中一個禿頂微胖，戴着金絲眼鏡，氣質很突出。看到我們進來，陳浩換上虛偽的表情走了過來：“姐，林顧問，你們可算來了。”“哎呦，林顧問，你這臉是怎麼了？不小心磕着了？”他故作關心，語氣裡的譏諷卻掩飾不住。“不勞你費心了。”陳軒淡淡的說。他的目光掃過陳浩身邊的幾個人，看到那個禿頂的老男人，頓了頓。王老也來了，真是難得。王老聞言呵呵一笑：“陳大小姐，我來也是想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嘛，想來湊湊熱鬧。”隨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這是你們陳家那位林顧問，聽說眼力很好，那個礦場都是這位林顧問幫你贏回來的，這麼年輕可真是後生可畏。”我微微點頭：“王老過獎了，只是運氣好而已。”寒暄了幾句，大家各自落座，交流會正式開始。主辦方展示了幾件重器，賓客們低聲交流，氣氛漸漸熱起來。陳軒如魚得水，周旋在幾個有實力的藏家之間，我跟在他身後，隨意的掃過那些展品，不放過任何細節。陳浩倒是沒有搞事的意思，
只是不斷地和王老他們竊竊私語，偶爾瞥向展區中央那個壓軸品。我的目光落在那件壓軸品上，讓我心頭一沉。這東西不是古董，而是一件極其逼真，但內部結構、材質、年份卻對不上號的高仿品，仿的是極其冷門的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不是頂級專家根本難以辨真偽。我心裡面有了狐疑，難道陳浩和王老是想用這東西陷害別人？那他們到底想陷害誰？是哪個收藏家？還是陳軒？我拉了拉陳軒的衣袖，用眼神示意那件壓軸品，微微搖頭，那東西可能有問題，不要碰。陳軒臉色一變，點了點頭。就在這時，主辦方負責人走到中央，笑容滿面。各位，接下來是我們今晚最後一件，也是最具懸念的一件藏品，出自戰國諸侯王墓的龍紋青銅豆。因為一些原因，持有者希望匿名，並同意現場進行初步鑑賞和議價。現在揭幕，絨布揭開，裡面是造型古樸、紋飾奇異、帶着厚重綠繡的青銅豆。不少藏家發出驚嘆：啊，這可真是漂亮！王老作為現場公認的青銅器權威，第一個被邀請上前長眼。他戴上手套，拿着放大鏡，看得相當仔細，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沉思，一會兒點頭的。他看了足足有10多分鐘，才放下工具，深吸一口氣，臉上泛着紅光。罕見，太罕見了！這極有可能是一件獨特的珍品。戰國的龍紋豆存世極少，如果確認的話，價值不可估量。他本來就有權威，這番權威鑑定更是讓大家眼睛一亮。陳浩在這個時候開口：“王老都這麼說了，那肯定錯不了呀，這是國寶級的發現呀。持有者匿名，估計是不想讓人知道他的身份。不如我們現在競拍，價高者得。”他這話立刻引得了很多人的附和。陳軒沒動，冷眼旁觀。我站在他身邊，低聲地說道：“肯定是假的，這內部結構是現代工藝，外面的繡是現代工藝仿制的，底款位置還有現代工具的痕跡。這王老要不是眼力不行，要麼就是和這幫人是一夥的。”陳軒冷笑一聲，突然揚聲道：“王老，各位且慢，我對青銅器也有所涉獵，不如讓我看看。”全場一靜，所有人都看向他。王老臉色一沉：“陳大小姐也有何高見啊？”陳軒不慌不忙走上前，指着豆腐一處不太顯眼的紋飾連接處。戰國青銅器鑄造多用范鑄法，連接處打磨難免留痕。可諸位看這裡，太過光滑了，這是不是現代失蠟法鑄造的特徵啊？他又指着繡色，這繡看起來老，可顏色也太均匀了，沒有自然形成的層次，而且我聞到了不太自然的酸澀氣息，這不該是這樣的。陳軒說的都是我告訴他的，再加上他原本就具備的知識，這一句句都戳在要害上。王老臉色大變：“陳大小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懷疑我的能力，還是懷疑這件東西？”王老您可別誤會，提出疑點供大家參考呀。陳軒姿態從容，況且這麼重要的東西，多幾個人看，多點意見總是好的呀。隨後他突然點名我：“林川，你上來看看，說说你的看法。”這是讓我上場補刀。在所有人的注視下，我走上前，我沒有太多顧忌，把這件贗品的所有破綻看得清清楚楚。我拿着強光手電對準王老剛才刻意避開沒細看的部位，強光一照，透過表面的腐鏽可以看到內部的螺旋紋。大家看這裡啊，我指着那處，看看這裡，這是有機器打磨的螺旋紋痕，戰國時期是絕對不可能有這種加工痕跡的。這是現代車床的痕跡，還有這裡的折痕很新，這是做舊時不小心留下的工具劃痕。另外，這青銅的合金比例不符合戰國時期的常見配比。我每說一句，王老的臉色就白了一分，陳浩的眼神也跟着陰沉下來。周圍的藏家們都不是傻子，交頭接耳，懷疑的目光越來越多。你胡說八道，信口雌黄！王老氣得發抖。你一個小屁孩，你懂什麼青銅器啊？我不需要懂太多呀。我放下手電，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王老。我只需要知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這東西所有的破綻都指向一個結論，這是一件工藝高超的現代仿品，做舊的水平很一流。王老，您是真沒看出來，還是有別的原因啊？我這話是誅心之問。王老張了張嘴，臉色漲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額頭上甚至冒出了冷汗。陳浩見狀便知道計劃徹底敗露了，他狠狠地瞪了我和陳軒一眼，卻不敢再待下去，趁人不注意，灰溜溜地轉身了。主辦負責人也傻眼了，趕緊上前打圓場，宣布這件壓軸品存在爭議，暫時撤了下來。回去的路上，陳軒看着我說道：“今晚謝謝你，要是那件假貨真的被我買走了，我確實要糟糕了。是陳浩他太急了，破綻太多。”陳軒搖了搖頭：“不是，是你太厲害了，林川，你可真厲害，怎麼能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東西呢？”我心裡一緊，他沒有等我回答，溫柔地摸了摸我臉上的擦傷，非常的關心：“你不用告訴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只要你站在我身邊，讓我安心就好。”他突然握住我的手，我心裡一動，反握住他的：“你放心。”交流會之後，陳浩在陳家更是失勢，連帶着王老那夥人都聲名狼藉了。陳老爺子雖然沒有明着嚴懲陳浩，但收回了他在集團的好幾個實權項目，這算是敲打他。陳軒的地位越發鞏固，我這個特別顧問幹的事也在小圈子裡傳開了。
一次，我在陳軒辦公室和他談最近的翡翠生意，他突然遞給我一個文件夾，你看這個，蔣光頭日子可不好過了。我翻開，裡面是蔣老板近期的商業情報和幾張偷拍的照片。蔣老板的境況確實很糟糕，資金鏈隨時都可能斷裂。我快速地瀏覽着，目光停在一張附在財務報告後面的模糊照片上。照片是在某個高檔餐廳外面拍的，蔣老板摟着一個女人正要上車，那個女人側着臉，妝容精緻，穿着暴露的紅色連衣裙，笑容諂媚。我呼吸突然一滯，捏着文件夾的手指猛地收緊。儘管這張照片畫質不高，可只憑借一個側影，我就認出了那個人，是楊朵朵。怎麼和蔣老板會在一起？陳軒很敏銳，看到我異樣的表情，又看了看文件上那張照片。怎麼了？這個女人你認識？我盯着那張熟悉無比的臉，想到我被挖走的腰子，還有礦場可怕的經歷。我閉了閉眼睛，認識。我把文件夾合上，推到一邊。不僅認識，她就是我那個談了多年，把我騙到邊境，賣了我腰子，還讓我在礦場打黑工等死的前女友。陳軒也愣了一下，他知道我是被騙賣到礦場的，但是不知道我是被誰賣的。可聽到前女友3個字，臉色果然一冷。是她。陳軒重新拿過文件夾，抽出那張照片。真是人不可貌相，這個蔣光頭品味倒不錯嘛，我想幫幫他。我突然說道。陳軒笑了，你想怎麼做？他不是缺錢嗎？礦場要垮了，我要送蔣老板一個翻身的機會，我也得讓某個故人看到希望呀。幾天後，一個特定的消息傳到了蔣老板的耳朵裡。邊境廢棄礦坑附近，有當地村民撿到高品質的翡翠原石，地質專家私下勘探認為，該區域存在一個未被發現的、潛力巨大的隱藏礦脈，需要資金和技術進行驗證開採。貪婪是對付這種人最好的武器。很快，我就遇到了楊朵朵。有一天，我正在看一件標價不菲的翡翠掛件，一個顫抖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林川。”我轉身就看到了楊朵朵，她穿着昂貴的衣裙，掩不住眼角的淤青和深重的黑眼圈。看到我，她的眼底很複雜。我還以為你……她愣了一下：“是你啊，你還活着，真的？”她語無倫次，目光掃過我身上的西裝，還有手腕上的手表。“對不起，林川，當年我也是被逼的，過去的事兒就沒有必要再提了。”我打斷他：“林川，我真是沒臉見你，我知道錯了。”他上前一步，眼淚說來就來：“都是蔣光頭逼我的，他威脅我，我現在過得生不如死。你現在這麼厲害，能不能幫幫我？看在過去的份上，幫你。”我似笑非笑：“怎麼幫你啊？我知道蔣光頭一個秘密。”他壓低聲音：“他最近在偷偷籌劃一個大項目，好像和新發現的礦脈有關。他想拉很多人入股，還投了很多錢。可我覺得那個項目有問題。蔣光頭那個人你清楚的，你能不能幫我看看？”我故作沉思，片刻後慢慢道：“我倒是聽到了點風聲，不過蔣老板的事兒，我是不想摻和的。林川，求你了。”他抓着我的胳膊：“你就幫我一次吧，我保證以後不會打擾你的。我還可以把蔣光頭的其他情報告訴你。”我皺着眉頭：“情報？我幫你？你不怕蔣光頭報復你？還有你說的情報是真的嗎？”他急切地說道，生怕我不信，千真萬確。我看着他那張臉，這個女人就是我曾經愛過的人，我真是眼睛被屁股坐住了。楊朵朵聲音顫抖着：“我知道我沒臉見你了，可是我終於找到你了，我是真沒辦法，是蔣老板非逼着我打听你的消息的，想利用過去的事害你，我不肯，他就打我，威脅我。”說着，他撩起袖子，露出小臂上的淤青。我心中冷笑，他還想幹什麼？見我沒有立刻轉身離開，楊朵朵好像看到了希望。現在蔣光頭肯定是想設個局，把你牽扯進去報復，你幫陳小姐搶了礦場，他倒打一耙，把自己摘得很乾淨。那個礦場能讓他這麼上心啊？他現在還有本錢玩這個？我故作疑惑，聽說那個礦場很便宜，便宜的不正常，好像是從快要被封的礦區偷開採出來的。他神神秘秘地說：“林川，我知道你現在本事大，能不能想想辦法，讓那個礦場出問題，讓蔣光頭的算盤落空？就算我求你了，看在過去的情分上，別讓他再害人，也別讓他再逼我了。”楊朵朵眼淚汪汪的，要是不得個奧斯卡小金人，那真是枉費了。我心裡面跟明鏡似的，他不過是想借我的手重創蔣老板，還想從中得利，同時在我這裡賣個好。我猶豫了片刻，他的事我是沒興趣。楊朵朵急切地說：“不行，沒有你，我該怎麼辦？我就是報警，他背後也有人，能不能，可不可以幫幫我？”好吧，我答應了。楊朵朵大喜過望。3天後的深夜，蔣老板帶着2個心腹，開着一輛不起眼的面包車，早早在約定的地點附近。他很興奮，也很不安，反覆檢查着帶來的現金，這可是他最後的家底。楊朵朵沒有出現，蔣光頭罵了一句，果然靠不住。約定的時間快到了，一輛車緩緩駛入，對方下來一個戴帽子的司機，打了個暗號。蔣光頭便先讓手下的一個人過去驗貨。過了一會兒，那人揮手對蔣光頭說：“老板，看了，真的很好。”蔣光頭心臟狂跳，只要他拿下這個礦，他就能發達了。就在他靠近準備交易的時候，集裝箱後面亮起數道刺眼的強光。“警察，不許動，
缉私隊，雙手抱頭！数輛警車和黑色越野車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把倉庫包圍，全副武裝的辦案人员衝了出來。蔣光頭魂飛魄散，扔下錢就想跑，卻被迅速的按倒在地。誤會了，誤會了，我們就是看貨的。看貨！一個警察走過來，踢了踢地上的錢箱，帶這麼多錢，深更半夜來這兒看貨，這就是走私，人贓俱獲。蔣光頭面如死灰，他知道他完了。就在這時，他抬起頭，看到了站在警察後面不遠處的我。與此同時，楊朵朵還躲在一輛租來的轎車裡，他在等。只是可惜，他想要的東西等不到了。車窗被敲響，楊朵朵嚇了一跳，看到車外站着的2個面無表情的黑衣男人，他趕緊整理一下頭髮，下了車。2個人把他送進了一輛車裡，迅速駛離了倉庫，最終停在了一個小山坡上。那裡停着一輛車，車旁邊站着的正是已經等待多時的我。他看到我之後，立刻娇滴滴地說：“林川，你沒事吧？”蔣光頭他怎麼了？他完了！我打斷他，人贓俱獲，至少在裡面待很多年，他的東西都會被清算。楊朵朵臉上露出如釋重負的竊喜，太好了，這個惡魔終於有人收拾他了。我看着他，那你呢？我？楊朵朵一愣，人口販賣、致人重傷、協助非法拘禁，這些罪，你覺得你應該判多少年？楊朵朵臉上的表情凝結，她驚恐地後退一步，你說什麼呢？林川，你答應過我的呀，我幫了你，你幫我。我向前一步逼近他，你幫我把我割掉了腰子，幫我像狗一樣在礦洞裡面爬，幫我差點死在那兒。楊朵朵，你幫我的是這個嗎？他看着我眼裡的寒意，瑟瑟發抖。不是的，我是被迫的。林川，你知道的呀，是蔣光頭逼我的。到了现在，你還在撒謊。我厭倦地瞪着他。你以為你那些小聰明和演技能騙過所有人？你打聽我，接近我，出賣蔣光頭，哪一步不是為了你自己？想利用我擺脫蔣光頭，還想從我這兒撈好處，甚至還想借機會咬我一口，是不是？楊朵朵啞口無言，渾身發抖。警察很快就來了，你販賣我、參與蔣光頭其他非法活動的證據都會有人提供，你最好想想怎麼解釋吧。不行，林川，你不能這樣對我。看在過去的份上，我愛你，我真的愛你。楊朵朵崩潰大哭，想要撲過來，卻被旁邊的人攔住了。愛我？我像是聽到了最大的笑話，轉身走向自己的車。你的愛值1個腰子和2年黑礦生涯，我們兩清了。林川，你個王八，你不得好死！身後傳來楊朵朵歇斯底里的咒罵和哭泣聲。我沒有回頭，夜風吹散了他惡毒的詛咒。坐進車裡，陳勳的電話打了進來，解決了嗎？他問。解決了，蔣光頭被捕了，人贓俱獲，楊朵朵也該還債了，跑不掉。我淡淡的說，乾淨利落，回來吧，我讓人給你燉了湯。好，車子發動，離開山坡。陳軒並沒有問太多細節，他眼神明亮地盯着我。爺爺昨天找過我，對於陳氏集團的未來，尤其是翡翠板塊的發展，他覺得現在是時候整合資源，打造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品牌和產業鏈。我心中一動，陳氏集團業務龐雜，翡翠和珠寶是他們的強項，可近幾年受市場波動和內部管理的影響，發展並不突出。陳老爺子這麼和陳軒說，或許是想大刀闊斧的改革，成立獨立的陳氏翡翠控股，整合我們目前從礦源、設計、加工到零售的所有環節，甚至向上游延伸，參與更多優質礦區的投資與合作。我希望你來掌舵。陳軒認真地對我說。我有些意外，除了你，還有誰更合適啊？陳軒笑了，你對原石的眼光無人能及，這幾個月跟着我對市場和運營上手非常快。重要的是，你吃得了苦，懂得珍惜。我相信你能在複雜的環境裡找到出路，爺爺也一樣相信。我思考了幾天，做了一份關於翡翠行業發展的趨勢和陳氏翡翠控股初期構想的方案，送到了陳老爺子那兒。老爺子在書房裡戴着老花鏡，仔細看了整整1個下午。看完後，他摘下眼鏡，眼裡都是對我的欣賞。不錯啊，林川，我這輩子看過很多人，經歷過很多事兒，小軒的眼光還是毒啊！能把你帶回來，是我們陳家的福氣。你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好，很有眼光，有魄力，就按你想的去做。你需要什麼資源，儘管調動。你要是遇到什麼阻礙，來找我，我給你撐腰。多謝老爺子信任。陳氏翡翠控股正式掛牌成立，就在業界產生了不小的轟動。我以執行董事兼 CEO 的身份全面負責，而陳浩被排除在這個核心板塊之外。這家伙非常嫉妒我，在我坐鎮期間，他到處散播我出身低微、不懂管理、全靠女人上位的言論。這些伎倆，我和陳軒早有準備。陳浩就像一個幼稚可笑的小學生，在一次高層季度匯報會上，他再一次質疑我，說我能力不足。我倒是不緊張，打開投影，展示了最新的業績數據和幾個即將落地的重磅合作項目，徹底打了他的臉。你關心業績是好事，但是做實業，尤其是高端翡翠品牌，肯定急不得。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其次是現在。我們正在做的就是為陳家種下未來，種一棵參天大樹。
我們只會關注腳下的路。陳浩氣急敗壞，老爺子卻覺得我說的對。他看着陳浩，有些失望地說道：“小浩，你做好你分內的事，林川這邊根本不需要你操心。”陳浩臉色鐵青，在眾人詫異的目光中憤然離席。這不可跨越的裁決，成了我成為這間公司真正主人的登基大典。接下來的2年，我努力學習，在陳家建立了投資部，成績斐然，為陳家帶來了驚人的利潤和聲譽，成為了收藏界和高端商圈小有名氣的林先生。陳老爺子对我越發器重，雖然陳浩依然陰陽怪氣，但是已經不敢明目張膽地給我使絆子了。我和陳軒的感情也是水到渠成，在一個成功挫敗境外財團針對陳家玉石礦源的陰謀後的慶功宴，他靠在我的肩頭對我說：“林川，你知道嗎？第一次在礦場倉庫見到你的時候，我覺得你像個老鼠，又髒又可憐的。那現在呢？”我笑着問他：“現在？”他抬起頭，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現在你是我的英雄，是我的命中注定，一切的苦難都烟消雲散。”很快，我們舉辦了婚禮。我们的婚禮極其盛大，匯聚了國內大半的商界名流和收藏名家，地點選在臨海的古堡莊園。我沒有親人，只有當年礦場那幾個照顧過我，後來被我接出來，安排好工作的老工友作為代表，穿着嶄新的西裝。他們激動又拘謹地坐在前排，陳老爺子坐在主位，滿臉的欣慰。婚禮進行曲中，陳軒穿着頂級翡翠和鑽石點綴的定制婚紗，挽着陳老爺子的手，一步步走向我，美得令人窒息。交換戒指，宣誓，擁吻，掌聲雷動，祝福如潮。就在這時，一個不速之客闖了進來，是楊朵朵。全場空氣如同被猛然抽乾，她比2年前還要蒼老，穿着廉價的裙子，眼神渾濁瘋狂，手裡緊緊攥着一個東西。林川，陳軒，她的聲音很尖銳：“你們這對狗男女，把我害成這樣，還想幸福？做夢吧！”安保人員立刻上前阻攔，他卻猛地舉起手裡的東西：“我身上有炸藥，誰過來我就引爆，大家一起死吧！”他歇斯底里地喊道。全場譁然，驚叫聲響起，人群騷動。陳軒臉色一變，想把我往後拉，我卻上前一步，把他護在身後。陳老爺子在保鏢護衛下依然穩坐，臉色沉穩。陳浩嚇得躲到了桌子底下，我的左眼瞬間聚焦楊朵朵全身，透視之下，我看到她衣服上綁着的炸藥都是假的，是遙控玩具貨和泥土偽裝的，手裡那個遙控器也只是遙控車控制器改裝的。可他對我的恨是真的。這場可笑的鬧劇不過是一個輸光了所有籌碼的賭徒最後淒厲的虛張聲勢。楊朵朵，我淡淡的說道：“收手吧，你身上沒有炸藥，是假的。”楊朵朵渾身一震：“你胡說八道！我是不是胡說？你心裡清楚。”我向前慢慢走了2步。為了錢，你賣了我；為了攀附蔣光頭，你助紂為虐，落得今天下場，是你咎由自取的。你可看清楚了，這裡的一切，包括我身邊站着的妻子，都是我靠自己的雙手和頭腦掙來的，乾乾淨淨。你除了怨恨瘋狂，還有什麼？我的話像刀子一樣插在他心裡。他看着光彩照人的陳軒，看着氣度從容的我，看着他一輩子都無法到達的高度，他突然癱軟下去，捂着臉崩潰地哭道。安保人員迅速上前將他控制帶離。這場鬧劇以這樣狼狽的方式收場了。我重新牽起陳軒的手，在陽光的重新洗禮下，俯瞰着這座徹底屬於我的翡翠殿堂。命運永遠只屈服於永不低頭的靈魂。我轉身握着陳軒的手，他看着我，眼裡頭有些後怕。陳老爺子這時站起來，舉起酒杯，洪亮的聲音壓過所有的嘈雜聲。一點小插曲，讓大家見笑了。這也正好證明了我孫女婿林川不僅眼光獨到，能力出眾，更有臨危不亂的膽識和擔當。讓我們再次舉杯，祝福這對新人百年好合，攜手共創未來。百年好合，祝福的聲浪再次響起。我攬着陳軒的腰，接受着眾人的祝福，目光掃過台下，看到了欣慰的老工友，看到了神色複雜的陳浩，也看到了無數羨慕的面孔。我低下頭，在陳軒耳邊說：“現在我真的是你的人了，一輩子都是。”他踮起腳尖，在我唇上輕輕一吻，早就是我的人了。陳氏翡翠首個自主設計的高端系列一經發布，就獲得了市場熱烈的預定。一天晚上，我拖着疲憊的身體回了家，陳軒早早就回來了，他繫着圍裙在廚房裡手忙腳亂。老婆，我驚訝地抱住他，你怎麼親自下廚？阿姨呢？陳軒靠在我懷裡，耳根發紅。我讓阿姨休息了，今天我有一個消息，想親口告訴你。什麼消息這麼重要呀？我笑着親了親他的頭頂，他轉過身來，仰頭看着我，拉着我的手放在他平坦的小腹上。這裡有我們的小翡翠了。我整個人瞬間僵住，大腦一片空白。我緊緊地抱着他。真的嗎？真的，我要當爸爸了。陳軒在我懷裡用力地點頭，笑着，眼淚有淚光閃動。2個月了，醫生說很健康。我抱着他，像抱住了全世界。我們有孩子了，我們愛情的結晶，我們未來的延續。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陳家，老爺子高興得合不攏嘴，加強了陳軒的安保和營養，還開始琢磨重孫的名字。陳浩得知後臉色陰沉，可陳家上下都沉浸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悅中。陳氏翡翠也隨之一炮而紅，
迅速在高端市場站穩了腳跟，股價連连攀升。我順勢推進了礦源布局，拿下了南半球和國內幾個重要的優質礦區合作項目，建立了穩定的原材料供應鏈，同時還收購了一家擁有100年歷史的歐洲珠寶工坊，推出了更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品。陳軒在孕期也度過得很順利，孩子出生那天是個晴天，我在產房外焦急地等待着，老爺子也拄着拐杖來了。聽到響亮的啼哭聲，護士抱着一個皺巴巴的小家伙出來告訴我，母子平安，是個小王子。我激動得差點跳起來。陳老爺子小心翼翼地從護士手中接過曾孫子，看着小小的人兒，老淚縱橫，連說了好幾個好。孩子的滿月宴也是我們陳氏翡翠控股集團的年度慶功宴，一起在陳家莊園舉辦，盛況空前，商界名流、合作夥伴、媒體記者濟濟一堂。陳老爺子聲音洪亮，今天是我曾孫陳明翰的滿月酒，也是我們陳氏翡翠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慶功宴，雙喜臨門。借此機會，我陳國棟宣布2項重要決定。全場安靜下來。第一，我的孫女陳軒即日起卸任集團一切行政職務，轉入董事局擔任終身榮譽副主席。她為我們家開疆拓土，培養人才，功不可沒。現在她有了更重要的使命，撫養我們陳家的下一代接班人。掌聲雷動，陳軒抱着孩子站在我身邊，笑容溫婉幸福。第二，老爺子繼續說，經董事局一致通過，任命我的孫女婿林川成為陳氏集團新任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全面負責集團所有業務。我雖然早就知道結果，可這一刻來臨時，我心潮澎湃。看着台下雷鳴般的掌聲，再看看陳浩挫敗的神情，我伸手握了握老爺子的手。老爺子對我說，從今天起，陳家就交給你了，你要帶着他走得更高更遠，讓我這個老頭子還有我的小曾孫都以你為榮。爺爺，你放心，我承諾道，陳家一定會在我手裡更加輝煌，我會好好守護保護好陳軒，保護好孩子，守護好我們所有人的未來。我轉身看着我摯愛的妻子和懷中安睡的兒子，從今天開始，我將迎來更璀璨的未來。